在上期节目中，钓鱼达人需要与国家级竞钓大师刘小春探寻了黑坑罗非鱼，知道了在面对着陌生鱼情该如何以不变应万变。无论是狂拉或是停口，从容的心态有时就是最关键的因素所在。而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如何在中国南部的黑坑挑战冬季罗非，同时看星辰满江红如何挑战这暴力罗非，最后能旗开得胜。这里是中国广州，现如今它以最耀眼的姿态成为了世界的璀璨之都。20多年前，台湾钓法，也就是如今的悬坠钓，跨越台湾海峡抵达广州。老一辈钓鱼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，研习台钓精髓。渐渐，悬坠钓如同星星之火，在这20多年中走进千家万户。而今天，垂钓运动已遍地开花，垂钓方式百家争鸣，而我们的故事就在这最好的时代继续前进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本期我们依旧探索罗非踪影，学习在黑坑做钓罗非时有哪些秘诀可以让钓鱼人满载而归。好吧，那我们先把杆子挑了吧。好，我就拿下杆包啊。好，需要。哎，昨天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做钓，鱼情也还可以，对吧？对。都说长钓腰，方钓脚。前天我在这里试一下，确实鱼情还可以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到脚上去钓，为什么要到脚上去钓呢？因为今天的风是往那边吹的啊。对的，风往那边吹呢，鱼都就会跟着过去。因为它的含氧量比较高，对吧？好的，行吧，好，就在这里吧，就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以前在选杆方面一直都是比较随心所欲。那么这一次跟刘老师一起做钓，我想这一次想请教一下刘老师，到底在杆子方面，到底里面有多少的一些奥秘？刘老师，你看这边这么多杆子啊，根据你的经验啊，你看你来帮我选一款今天我们做钓的一个杆子吧。好的，首先我讲一下，昨天我钓的这款杆子啊，我昨天钓的这款杆子是赤峰8.5H 3.6。我为什么要选这根杆子呢？不选其他杆子呢？就是因为这个鱼情，一场70分钟能钓20公斤左右啊。那么这款杆子是8.5H， 很硬。它这根杆子钓黑坑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它既能飞超又能飞科，在1斤到1斤半之间的鱼，手法好了都能飞。好吧，我再把你看看，这个满江红 M1， 它的钓性在1.9钓。这根杆子它的受力在第几节你知道吗？它是第2节跟第3节。这根杆子赤峰跟 M1 它又不一样。区别在什么地方呢？区别在哪里呢？ M1 是通用型的，它能钓大，既又能钓小。这款杆子呢，就是鱼情快的时候，就像我们昨天一场能钓这么20几公斤的，那我就会用这种杆子，它速度能打得起来。对，钓快鱼嘛。好吧。好，那我们过去吧。我今天给他选的这一款是满江红 M1， 这是一款升级版。这款升级版呢，它的作用在哪里？首先，要比满江红要上一个钓，它是1.9钓，它的腰力、回鱼各方面都是达到我们钓黑坑的要求。在黑坑做钓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快速将鱼入户。当抢鱼前期，硬杆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
做钓当日，刘小春帮需要选择了星辰满江红的升级版满江红 M1。这款杆子钓性达到了19钓，在面对密度较高的黑坑中，能将抢鱼发挥到极致。刘老师，哎，你昨天帮我选的哪一款票？你帮我讲一下呢？哦，我昨天给你选的是这一款 F07，伏魔 F073号是吧？对，为什么要选这只漂呢？因为这是一款枣核型的漂，它能抗风、抗浪、抗走水。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做钓，你看这个风，对不对？这个浪，它既然有风有浪，它肯定要走水，对不对？那这款漂我们既能抗走水、抗风、抗浪，所以说我们今天选的这一款伏魔。好的 F07，好吧？好的，我去试一了啊。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在前期选竿、组线搭配、选漂都需要根据当时的鱼情、水情，甚至风向来决定。就如做钓当日选择伏魔 F07号浮漂，也是为了能够在起风走水时能准确判断浮漂信号，能抓正口。需要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调好啊？哎呀，调的比较慢呢。好，我过来帮你看一下啊。好嘞，我都2只漂都调好了，你还没调好。差不多了，你看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哦，你看啊，现在我们用的都是这种刻度铅，看到没有？嗯。那，你首先要知道这只漂它的吃铅是多少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吧？这个不知道。它这个吃铅是2.9克。2.9。对，所以说，那么我们现在就用的这个是刻度铅，那你找到3克的位置把它剪下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明白了。那么在调漂的过程当中，我调的比较慢，刘老师过来帮我来看一下，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用的铅皮都是用的刻度铅，所以说当我们首先了解到这个漂它的一个吃铅是多少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剪这个铅皮，那是不是就节约了很多的一些时间呢？所以说这也是我学到的一个地方。调漂的过程无非就是不断修剪铅皮，将铅剪到合适的位置，使漂的浮力和铅的重力相抵消。刻度铅的横空出世，让钓鱼人在调漂时大大节约了剪铅的时间，同时能将调钓控制到精准无误。我们今天是调5目，对不对？调个5目，钓个2目、3目，好吧？为什么这样调呢？为什么就是正常的就是说调4目、调5目？因为钓个2、3目。像这么快的鱼情我们调1目去做钓，下底它会比较快。调5目、钓3目、4目，它出口会比较稳。为什么要钓3目呢？因为这么乱的口下面，它衬线动作又这么多，剩3目的位置可以让你足够去判断。它给1口、2口，假如说给了1口，它没1目下去了，你不扬竿，你心里在想，估计这个是衬线的动作，再给一个动作，又下去2目，现在还不剩1目吗？对。假如说你觉得这个还不是正口的话，你还可以放，可能它会那个飘了，它往上弹，那么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去选择抓哪一个口。所以说有3目、4目的位置在这里，你可以用足够的时间去判断它这个吃来的有没有进嘴，衬线还是进嘴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个多余的准备嘛。对的。好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调呢？因为罗非
它的吃口跟其他鱼不一样，它是连咬带吸。等我们浮漂到位之后，在鳃末停顿，它肯定会有动作，它上下上下上下，但是你都不要去理它。等你看到有短处有力的那一口，你再可以扬竿。这个口出来，基本都是上嘴唇。来。哦，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伏魔在手，万事无忧；金鳞池中物，垂钓满江红。本节目同时也要感谢浙江金华美辰户外的大力支持。当所有的准备就绪完毕，刘小春连续中鱼，而一旁的学员需要却空杆不断，这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？我看你怎么一直没上鱼啊？感觉老是跑鱼，打了几个空杆。好吧，我过来帮你看一下吧。好。这个抓口，我这个抓口是不是？我先把你底找好，你再钓一竿啊。好的。你看中鱼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要在水下就让它爬出水面，你把它那个头调过来之后，它朝上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对，往里面拽就行了。再一个摘钩，你看，就是一定要让它嘴巴朝上，那钩柄就露出来了。那我们这个摘钩不就很方便了吗？摘钩摘完，你必须把钩拿出来，再把鱼放进去，那你就节约很多时间了。对，好吧？好的。好。在做钓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刘老师钓的越钓越快，越钓越多。那么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一直在用飞科钓法。那么这种飞科钓法，讲实话，在我看来，真的非常，作为一个黑坑的一个初学者来讲，我觉得特别帅气，特别潇洒。所以说，我就非常想去学这一招。刘老师，哎，我发现你飞科的那个动作特别的潇洒，看上去。我过来，我想学一下，你看能不能在哪些方面有些什么技巧？可以啊。那我过来看，我过来看你一下啊。飞科啊，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配置很有讲究。我们用的这种杆子是，赤峰8点5 H。你看，啊，到水面，你人往后仰，手往上抬。把杆子挺起来啊！对，你看，这么一挂，但是这个钩啊，一定要朝我们自己这边啊。我看到了，我也注意到，很轻松的，啊。你看，这个鱼有一斤重吧？有1斤。你看，看这个杆子啊，你看直接可以给它顶起来，对吧？它第一节它就可以，从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、第4节，你看。这个杆子的话，第1节、第2节它是在受力，第3节它直接都不动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顶过来之后，好，你借用这个杆子的力量，把这个鱼顶起来，在你这个手臂，看到没有？我看我这个手臂，手臂顶着啊。好，一般的杆子它顶不起，因为它第1节软了。对。
知道没有？这是一个关键点啊！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飞科钓法最初流行在北京一带，它能在黑坑抢鱼时让鱼快速入户。这行云流水的操作让整套上鱼动作完美无瑕。那么在飞科时就需要做到刺、停、回、科4个要领。首先，见浮漂下顿，提竿刺鱼，确定此时命中正口。其次，中鱼后需要有短暂停留，其目的就是衡量鱼个体的大小，判断是否在竿和线的承重范围内。接着，在确定鱼的重量后，迅速将鱼拉出水面，在空中划出弧线。最后，当鱼到达鱼户口，握竿的手尽量将鱼上顶，让钩和挡针相碰，使鱼落入鱼户。这看似简单的步骤，在实战中还需配合熟练的基本功，反复练习，方能炉火纯青。那我来试一下。对。我觉得你这个搓饵啊，还是要改一下。还是要改过来啊。对，因为你这个速度就慢了。好，这个口就抓得好。没接住。我都跟你讲了，反正鱼到水面的时候你停一下，不要这么急，因为你自己都还没控制好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线鱼，我跟你讲啊，不要拿在这个地方线，因为你那个地方你这个手拿你怎么去控制它？你一定要是拿在钩柄上面，钩柄上面这样磕一下就可以。好的。当我在飞鱼的时候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飞鱼无非不就是用力一点，把鱼飞起来就行了嘛。结果当我在飞的时候，要么老是就飞到我身后去了，要么就飞不起来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飞科还是有很多奥秘的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嘉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伏魔在手，万事无忧；金鳞池中物，垂钓满江红。本节目同时也要感谢浙江金华美辰户外的大力支持。飞科钓法或许是所有黑坑迷们梦寐以求想要掌握的一门绝技，而想要做到真正的无懈可击，并非易事。通过刘小春的讲解，需要明白了这其中的关键步骤，而真正实战运用，似乎还需多加练习。我就再演示一下，你看一下啊，我们怎么去接鱼啊？中鱼之后，你在水面你要看清楚这个鱼大小。那你发多大力气你自己知道的。飞过来之后，你用杆子的力量，再带你手臂的力量，把它这个杆子顶起来之后，你再去飞，那个鱼就很听话，它也不会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手不顶起来，就光用杆子的力量呢，可能鱼大了之后呢，它就往下沉了，往下沉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？你就把你的手抬高，顶起来，知道没有？好的，好，那我回去试试啊。好，你先去试几竿啊，我练习一下。回头等一下我过来看一下啊。飞科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它分好多个步骤。第一，我们扬竿中鱼；第二，停顿。为什么要去停顿呢？我们要去感觉鱼的个体大小。第三，飞过来。第四，到鱼户边卸鱼。你看，一般我们在中鱼的时候，在这个部分，当中鱼了，那么我们随着杆子发力的这个鱼，往往是会跟着我们的这个力度往上走。在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有个小停顿，你去感觉一下这个鱼大不大小，还有这个鱼冲鱼不冲。如果这个鱼它发力过猛，你还继续跟它搏斗的话，那么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拔河，要么就是跑鱼。好，如果这个鱼不动了，你感觉可以拔出水面了，那么你到水面的时候，你去观察一下这个鱼大与小，你是否能操作。如果在水面你看这个鱼个体比较大，那么你就让它安静下来，再拔出水面进行飞科。哎呦，飞不起来呀，刘老师，飞不起来是吧？啊，我就感觉很费劲。
感觉飞的时候很费劲的。我过来看一下啊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你这款杆子啊，你这款杆子呢 ，M1它只有5.5号，它更适合飞超。飞超是吧？对。哦，那我就想，就是感觉你那个搞的那个动作搞得特别洒脱，想你看能不能就说，那我要不要就说，如果我要搞那个飞科的话，可能是不是要把杆子换一下？还是那没问题啊，没问题是吧？对啊，那你过来，那你帮我选下杆子，挑一款跟我一样那个杆子。好的，好吧，好的。有。自己看一下喜不喜欢。可以，应该没问题。我来试一下啊，飞2条。啊，我得在你的右边。再来试一下。对，非常漂亮。其实飞科也不难吧？只要你有点感觉啊，硬件的东西用对了，有点感觉了啊。其实都没多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当我中了鱼过后，刘老师跟我讲，右手的杆子一定要挺直。而我在飞的时候，这右手的杆子老是挺不直。我不知道当时是因为我的力度不够，还是因为我的姿势不对。所以说我后来发现，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窍门。好，那我现在过去，我再示范一遍。好嘞，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啊。好。飞一个啊！需要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。行，确实有点累了。好，反正钓了一天是挺累的。对。好，通过这几天啊，可能说也真的是体验到啊，钓这个罗非真的挺讲究的。对，其实认识你我也非常开心。经过我们这2天钓下来，我看到你很多细节，非常有很多优点，非常多的优点有。包括你抛竿啊、扬竿啊，我点到了，你马上就能习惯，对不对？包括你戳饵啦、飞鱼啦、摘钩蟹鱼啦，这些都是你的优势。但是你回去啊，还是要强化一下。对。因为我明天就要回家了。有缘再见啊！可以。行。希望下次能看到不一样的需要。好吧。好。垂钓的征程总是马不停蹄，以钓会友，以钓传技。垂钓的故事总能让钓鱼人津津乐道。茶余饭后，那些征途的渔获，那些微妙的技法，在钓鱼人的口中逐渐传播开来。广州的罗非之行暂时与我们道别，下一站会在哪儿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哎呦！哦，看吧。喂！